大家好，今天來介紹一個 Git 的命令行工具，它的名稱叫做 GQL， 它是 Git Query Language 的縮寫，也就是我們可以透過 SQL 的語法來查詢 Git Repository。只要熟悉了 SQL 的語法，就可以很快速的透過 SQL 的語法來查詢 Git Repository 的一些內部資訊了。這樣子對於 Git 的初學者，就可以很快速的來了解 Git Repository 的一些內部資料。以下就來介紹一下它的使用的方法，透過幾個簡單的範例，也可以很快的讓大家就可以熟悉要如何來使用 GQL 這一個很方便的 Git 工具了。GQL 的安裝非常簡單，請各位由我提供的 GitHub 的網址去下載它的執行檔，並且把這個執行檔放到 Path 指向的資料夾裡面就可以了。為了方便使用，可以把下載的執行檔通通改名成 GQL， 這樣子輸入的時候會比較簡單。第一次使用的時候，就可以用 -H 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選項可以來使用。各位可以看到它後面有這一些參數可以來使用，通常是不需要使用這些參數，只要直接到 Git Repository 的工作目錄裡面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。首先会先要了解到底有哪一些資料表可以來使用，因此使用 show tables 命令將可以使用的資料表顯示出来。我现在在 Obsidian-Translations 这个工作目錄裡面，這個時候輸入 GQL 進入它的交互模式，再用 show tables 顯示出可以使用的資料表。目前它有這幾個資料表，有 commits、diffs、branches、text 跟 refs 這幾個資料表可以使用。接着我們就可以來直接操作這一些資料表了。比如說我先 select 星號 from commits， 然後我們只要看最後的5筆，因此我用 limit 5來限制顯示的筆數只要5筆。那這個時候它就會顯示出一個表格，在這個表格的第一行可以看到到底有哪一些欄位可以使用，有 commit 底線 ID、title、message、name、email 等等。有了這些欄位以後，就可以直接用比較簡短的方法來對它做選擇。比如說我可以 select title、name from commits，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顯示出 title 跟 name 這兩個欄位，然後最後的10筆內容。透過這些資料表就可以很輕鬆的來了解 Git Repository 到底有哪一些資訊了。要了解資料表有哪一些欄位可以使用 describe 命令， describe 後面再加上資料表的名稱，就可以顯示出它的欄位的內容。後面我們就來簡單的介紹幾個範例，讓大家可以快速的了解 GQL 的一些使用的重點。第一個範例是要找出2025年1月1號以後所有的分支，將這個 SQL 的語法給複製到剪貼簿，然後再到 GQL 裡面來貼上。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，在2025年1月1號以後，總共有3個分支。第二個範例是要找出2025年3月1號以後所有的提交資訊，那一樣複製它的命令內容，接着再直接貼入。這些就是在3月1號以後所有的提交的內容了。第三個範例是要來做一個提交人次的統計，也就是次數最多的最前面的10個人，我們希望把它給找出來。大家就可以看到提交排名最前面的10個人。先來簡單看一下語法。第一個欄位顯示 author 底線 name， 第二個是顯示 commit 的數字。我們一樣可以用 count 這一個函數從 commit 把它求出來，然後用 group by author 底線 name 跟 author 底線 email 這兩個欄位來做分群，然後最後再用 commit 底線 num 來做排序，顯示出提交次數最多的10個人。後面這個範例就是要找出特定的人員今年提交的資訊，這個敘述就是找出特定的提交人員他在今年度的所有提交的資訊。最後這一個範例就是找出提交訊息裡面有 ZH 底線 TW 這一個字串的所有提交的資訊，就可以看到繁體中文的所有提交人員，他的所有提交的次數就顯示出來了。以上就是幾個簡單的 GQL 的使用的範例。只要大家熟悉了 SQL， 就可以透過 GQL 這個命令很方便的來查詢出儲存庫裡面的所有資訊了。希望今天介紹的這個工具對於大家在操作 Git 的時候能夠有一些幫助。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電腦技巧對於你平常在使用電腦上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。今天介紹到這邊，謝謝各位。